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人要活得这么累呢？真的是因为我们发展太晚，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道路吗？还是因为西方国家对我们的打压、对我们的制裁？那为什么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却能过得每天比我们都幸福呢？大家好，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累。联合国发布了2024年度世界幸福报告，调查了143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平均生活评价、社会支持、收入、健康、自由、慷慨和对腐败的看法等，要求受访者评价他们的生活满意度，评分范围为1至10分。亚洲国家中，新加坡排名最高为30名，中国为60位。显然，中国人民不幸福，可是为什么中国经济明明在发展，中国人却依然觉得不幸福呢？为什么巴西这些拉美国家的人均 GDP 明明和我们差不多，但却比我们快乐多了呢？今天我们来解析一下。在一些新闻里，经常会说我们被美国帝国主义剥削了。这个确实是一方面的因素，西方国家建立了大量的科技壁垒，吃掉了整个科技产业最上游的利润，下游国家只能通过制造业挣点辛苦钱。但问题是，美国是在剥削全世界呀，为什么唯独中国人这么痛苦呢？在解释这个问题之前，先看看我国的劳动力结构。第一类，公务员、事业单位以及国企员工。这一类可以统称为吃国家饭的。我国公务员数量在700万左右，占总人口的 0.5%。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数量在3100万左右，占总人口的 2.2%。也就是说，我国目前广义的公务人员数量为3800万左右，占总人口的 2.7%， 包括教师、解放军、武警、医师等等。国企在职人数我没有找到官方数据，一般认为在3000至4000万之间。当然了，国企与国企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烟草有50万人，中烟有多爽，懂的都懂，基本世袭，偶尔招几个基层工人，能吸引一大批名校硕士竞争。还有各地如周公子那种神仙般的垄断国企，比如1万多员工年收200亿的中金。那么，把其中的1/5，也就是700万，视为等同体制内，应该是合理的。所以，泛体制内在职人数大概3800加700等于4500万。第二类，纯体力劳动者以及技术门槛非常低的职业，例如工厂工人、外卖员。这类人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体力劳动。第三类，门槛相对较高的技术人员，比如律师、会计需要考取相应的证书，以及最有代表性的程序员。第四类，小工厂、小公司的老板。这类人就是你能够接触到的最直接的剥削者。其实还有第五类，政府官员、生意做得大的企业老板，但这类人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了。我们依次看看这4类人在社会上分别是什么价值结构。第一类，至少可以没有裁员风险，只要你和你编制所在单位签订了入编合同，顺利度过试用期，那就基本可以安稳干到退休，那么心理上是没那么焦虑的。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第二、3类人，也就是最普遍的普罗大众。大家想一个问题，同样是送快递，你觉得是在国内送快递收入高，还是在发达国家收入高？肯定是发达国家高。如果是在硅谷，因为大量高科技公司在硅谷当地的工资水平会被拉高，这样哪怕你没什么技术，但是你受到高工资人士的影响，也会把你的工资拉高。造成这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通俗的解释，新西兰牛奶工理论。就是说，为什么新西兰的牛奶工的工资比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工资高很多？西方的教育体系很完善，不会让所有人都去当程序员。如果牛奶工的工资很低，那就再也没有人去当牛奶工了。所以牧场为了能招到合适的牛奶工，会提高牛奶工的工资，让牛奶工的工资和当地程序员的工资形成平衡。但是在国内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而且国内的快递员、外卖员又没办法去硅谷工作，没有办法解决签证、语言、文化习惯等等问题，没有办法进入硅谷的高水平收入系统。这个其实就是体力劳动者一个最大的限制——地域。
所以对于纯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是不参与全球化竞争的，他们的工资水平只和当地的人的工资水平挂钩的。还有一类人的境遇更为可怕，就是沿海地区的血汗工厂。这些工厂的产品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唯一有竞争力的就是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工厂的老板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就是如何更好地管理这些廉价劳动力，以及定期补充新的劳动力。因为他们的产品没有技术优势，就是便宜，所以谁能最大范围地榨干工人，就能获得竞争优势。当然，这个说得过于绝对了，这些工厂肯定还是有一些产品特点在的，比如更耐用、更美观。那么对于工人来说，他无法要求更高的工资，因为老板的想法都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那么为什么这些人只能做基础制造呢？因为他们没有学历，没有技术嘛。我们回到第三类人，即有技术的工人身上。如果你问中国什么职业收入最高，肯定会有人说是程序员。当然，我也知道现在普通的大学生毕业出来，就算做程序员也拿不到那么高的工资，这个我们稍后会再说。中国目前在全世界真正有竞争力的，其实就是廉价日用品，抖音、原神。你别看什么电动车、5G 吹得很牛，只有抖音和原神在发达国家打出来了。所以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的是互联网公司，这些互联网公司的人的工资也都水涨船高。程序员圈子里就有这么一条鄙视链，字节跳动、腾讯处于最顶端，而抖音团队、微信团队则是顶端的顶端。当然了，其实还是比不上硅谷的程序员的。那为什么其他行业拿不到这么高的工资？主要原因其实还是中国不健康的教育体制。读过大学或者正在读大学的观众，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感觉？无论你读的什么专业，无论是计算机、会计还是工商管理，学校的课程好像没什么用。有一门课学工科的可能都上过。进工实习，我上大学的时候很难理解，为什么学计算机、学通信的也要上这门课。那其实原因很好想嘛，课程不够，进工来凑，学校没有那么多东西能教给学生，那只能凑学分。这样结果就是，哪怕是计算机的学生毕业，他也找不到工作，因为他完全不会写代码。所以前几年互联网行情特别好的时候，火了一大批培训机构，对吧？甚至营销出了 Java 之父余胜军，一个混子愣是靠卖课在上海买了房。但学生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真不是学生的问题。大学的课程完完全全和社会的实际生产所需要的技能是脱节的。而脱节的原因，我认为有以下2方面。第一，大学老师工作性质以及他的工作重心。就拿我大学时候的 C 语言老师来说，如果你问他代码问题，他不会帮你解答，他会让你反思。别的同学怎么没有这样的问题？你好好反思反思。他整个人都流露出一种老油条的气质，反正我就随便教教，你别找我。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是终身教职，他是铁饭碗，他这一门课教的好坏对他没有任何影响，学校不会因为他教的好就把他往上提，也不会因为他教的差就把他撸掉。他的精力都在花在了评职称、发论文、拿项目搞钱上。第二，国内大学的考核方式非常单一，就是大学排名，像什么五书联对吧，学校执着于各种各样的指标，而忽略了教育本身。而这2个原因其实是有关系的，因为学校要争排名，所以会对大学老师提要求，要求他们发期刊论文、参加比赛，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教师教育学生的时间。可能有些有能力的教师想要教一些超脱于大学课本之外的真正有用的技能，但是真的没有那么多精力了。说完了高等教育，我们再来说说基础教育。在上大学之前，还有小学、初中、高中，高考的实际意义其实就是筛选出智力上没有缺陷且有学习能力的人，让他们上大学。你越聪明，能力越强，上的大学越好。所以这个筛选的过程其实很残酷，你学的很多东西是没有用的。学校教你数学、物理、化学，但是没教你逻辑；学校教你语文，但你写作文还是要靠背靠套；学校教你英语，但你最弱的一项是听力。我能够理解高考不考口语，毕竟中国这么大，你想同一时间用机器进行口语考试根本不现实，人工考更不现实。
因为一旦人工介入，就一定会有会考。然后咱们刚才说到了学校不教逻辑，这是我觉得基础教育阶段最可惜的事。那为什么高考要这么考，而不是像欧美的大学一样自主申请？国内目前只有295所国家承认的民办高校，其中只有25所是本科，其他都是专科。你如果不想高考，可以向这些大学申请。但正常来说，没有人会想上这种大学，对吧？所有公办大学985-211上大学的口子是国家统一把控的，你只能通过高考。一旦这个口子放开，那么普通人上大学会越来越难。你看以前的各种特长生录取、加分政策，结果都被钻了空子。所以现在的高考方式真的是相对来说最公平的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腐败，保障了普通人也能上大学。还有第二个原因，我不能说得太直白。举个例子，如果现在你是班主任，你想任命几个小干部，你是不是更倾向于选听话的？那什么样的人是听话的？如果你教他背什么就背什么，你告诉他什么是对的，他就认为什么是对的。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听话的。这种教育体制带来的弊端非常的隐患，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你和全世界的人竞争，还是缺乏核心竞争力。无可奈何，只能通过内卷，牺牲时间换取优势。其实你仔细想，用时间换优势，我们从小被培养出来的。小时候，家长会让你今天一定要做1小时数学，半小时英语，他要求的是时间，而不是结果。这个习惯带到了工作上，就是有人会主动加班，他没有能力做出什么创新性的成果，只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可能短期内会有成效，老板会把加班时间最短的那个人的钱分一些给他，美其名曰狼性竞争，然后其他人只能被迫加入到这个加班队伍，到最后所有人都在加班，但老板不会因此而增加总工资，所有人拿到的钱又是一样的了。所有人都在加班，所有人都没有因此受益，大家都白卷了。但你说这个道理，难道所有人都不明白吗？那打工人联合起来抵制内卷不就行了？原因还是有2个。第一，中国是一个低保障的社会，年轻的时候不去内卷，老了可能生活得不到保证，所以年轻人抱着拼一把的心理，不得不去内卷。第二，35岁危机可能导致提前出局。就拿我们公司来说，7、8年之前招聘只要求本科就行，但从今年开始只要211以上了。是什么给了老板底气？只要211的学生。大家可以看一组数据，这是2002到2021的高校录取人数。我们国家的大学从1999年开始扩招，1992年中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79万，2021年普通高校招生1119万人。从1992年的79万到2021年的1119万，足足14倍。某种意义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30年是高速扩招大学生直接推动的，也是这30年把大学生从天之骄子转变成普通打工人，甚至不如普通打工人。很多工种并没有35岁危机，只要干得动就能一直干下去，所以老板的选择余地就大了，哪怕只做一些普通的工作，他也只要最优质的劳动力。那么内卷会持续到啥时候呢？按我的判断，至少还要持续20年。内卷的副作用已经凸显了，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2023年新生儿只有902万，已经低于高校招生人数。今年1000多万的毕业生大多出生于02-03年，而2022年的出生人口跌破1000万，无法每年向社会输送1000万级的毕业生。按这些人22岁本科毕业参加工作来算，高等教育劳动力的红利还能再吃20年，也就是2044年之后。以上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累，为什么上学工作这么卷的原因。但这个问题也不是呼吁一下，改变一下法规就能解决的，补课和996是禁不住的。但如果完全规范劳动法，那么东南沿海的代工厂将在世界完全失去竞争优势，会直接动摇国家经济命脉。总结下来，我们现在活得这么累，这么内卷，虽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导致的，但是分配制度才是一切的根源。西方国家的技术壁垒
确实能够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对于现在这个结果来说，只能是微乎其微。造成我们今天这个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分配问题和政策制度问题。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导致掌握权力的那一群赵家人垄断了国家大量的财富，也就是我们现在官僚资本主义的现状。进而普通人需要为仅剩的那一点晋升渠道去疯狂内卷，去参与残酷的筛选，比如高考和各种上岸性质的考试，以至于尽管我们都很努力了，却得不到丰厚的报酬，导致我们必须为了生活，为了还各种贷款而疯狂继续内卷。而缺乏保障的社会同时也加剧了这个现象。社会没有保障，导致我们不得不自己创造保障，导致加班，导致内卷，导致劳动力价格也会下降，又导致我们不得不继续加大内卷，而这就是一个死循环。而制度的设计者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人民的自由、人民的时间，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和统治的稳定。所以在我看来，如果统治者还想让这个社会继续运转下去的话，就必须要做出改革，比如削减政府公职人员开支和公共预算开支，减少不必要的投入，减少大基建。政府需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把更多的钱花在老百姓身上，花在社会保障和医疗教育上面，比啥都强。当然我说了也白说，他们也不愿意听，听见了也不愿意做，毕竟这是触碰到他们的利益的，甚至觉得我这种让肉食者吃素的行为的说法是反动派。反正无所谓嘛，毕竟江山也不是我们的，江山是他们的，也不是普通老百姓的，天塌下来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凭啥让我们这群牛马为他们瞎操心呢？所以重点是面对这种困局，我们普通人对于自己应该怎么做？我觉得破局只有2个方法，第一个是逃避，第二是反抗。先说逃避，逃避就是认到社会制度健全的发达国家去，在一个有完善的劳动法的地方，哪怕是底层的劳动者，也不必担心过得太惨。而且由于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人们也不会有太多的后顾之忧。教育和医疗对于穷人来说都是免费的，而不再是负担。是有能力、有勇气润出去的人实在是少数，最终绝大部分人还是留在国内。那么在国内的广大人民又该怎么做呢？或者说该怎么反抗这种社会制度呢？我这里说的反抗并不是让你真的去反抗和对抗，毕竟在面对国家暴力机器、面对钢铁洪流、一字长蛇阵面前，普通人实在是显得太渺小了，哪怕数量足够多，反抗也不现实。所以我们的反抗方式更多的是非暴力不合作。其实在面对经济下行的这个大环境面前，很多人已经在践行这个理论了。出生率下降和社保缴纳率降低，这就是最好的体现。年轻人不再吃那一套了，没有房贷车贷，没有下一代，我们就是最后一代，这就是对于历史垃圾时间最好的回应。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